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期的正在聊。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人造宏观物体是什么？子弹、火箭？都错了，答案是一个井盖。时间要追溯到1956年，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正在准备进行核武器的小规模地下引爆实验。最初的设想挺简单的，挖一个足够深的洞，差不多150米深，1.2米的直径，然后把核弹放到洞底，点燃引线，然后就杀腰就跑。在这次代号为帕斯卡 A 的实验中，一枚超过10厘米厚的实心钢块，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上最大最碉堡的井盖，被放置了实验井的洞口处。这块井盖跟下面的核试验之间隔着150米的空气，由于距离还是很远，所以大家觉得即使这个井盖被掀飞，似乎也不会飞多远。除此之外，在实验井的底部核弹的上方还有一个1.5米厚、重达数吨的混凝土罩子。值得一提的是，帕斯卡 A 中使用的是一枚试验弹，配置有良好的保险措施，所以即使万一走火，也只会触发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当量，而不会释放连锁反应。因此大家都觉得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试爆。1957年8月27日晚10点35分，在新墨西哥州核实验场 U3D 分区，核弹被引爆了。但这次计划中小当量试爆的威力却远远超出了预期的整整5个数量级。原本只打算释放1000克的当量，结果却释放了超过300吨 TNT 炸药的能量。核爆在一瞬间气化了上方几吨混凝土，冲击波夹带着这几吨极端高热高压物质以超高速沿着井道上升。这时的实验井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150米深、1.2米口径的巨型炮弹炮膛。炮膛内部是几百吨当量核弹释放的全部能量和混凝土罩的全部质量。而在这个炮膛的末端，静静地盖着一个现在看起来小得可怜的井盖。这场景就像是海军舰炮的炮口上放着一个饮料瓶盖。当时现场所有人的感受应该都是这样的，在引爆的几乎同一瞬间，连声音和震动都没来得及感觉，只见一个近100米高的蓝色焰柱冲天而起，在其顶端是一个直径1米多的大火球，火球随即以所有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速度变成了天上的一个亮点。几秒后，声音和震波滚滚而来，在几秒后，终于有人反应过来，咦，好像出大事了，井盖去哪了？当时布置在现场的高速摄像机正在运作，希望能够记录下井道口的情况和井盖被掀飞的场景，如果出现的话。可惜的是，虽然这架摄像机的镜头被拉得很远，画面涵盖了井道口上方很大的空间，但是飞翔的井盖只在镜头中出现了一帧，并不是摄像机坏了，而是井盖实在是太快了，在高速摄像机的一帧时间内就已经飞出了画面。事后计算显示，这个不起眼的10厘米厚的实心铁盘的发射速度至少6倍于地球逃逸速度，达到了70千米每秒以上。由于只捕捉到了一帧的画面，所以这个速度只能算是一个下限。这个速度是大气层内所有飞行器速度记录的70多倍，现代榴弹炮出处的70多倍，普通手枪子弹的将近200倍，普通民航客机的300倍。这个速度甚至超过了第3宇宙速度的4倍还多，也是刚刚飞出太阳系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旅行者1号速度的4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井盖能够保持这样的速度，不考虑在大气层中磨损的情况，它最终将飞出太阳系，飞向五仙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井盖在最初的几秒内速度如此之快，那么它和空气的摩擦也一定是非常剧烈的，以至于它很可能是带着一团烈焰和强光飞出去的，就跟陨石在大气层中燃烧发热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方向恰好相反。陨石是带着火掉下来，而这个井盖是带着火飞上去的。所以有个人在帕斯卡 A 实验室正好躺在这个井盖上面。先不考虑高温，首先它露在直径1.2米井盖外面的部分会被整齐的切掉，同时它留在井盖上的部分会在瞬间被加速度压成厚度也许仅为几个分子的薄膜，均匀地覆盖在井盖的表面，会比三体中的情节更极端，看起来大概跟被二维化的效果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没事千万不要躺在井盖上哦，也希望世界和平，永远不要有核战争。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类视频，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转发。Peace。